欢迎您继续回来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的是科技方面的相关焦点啊。美国人工智慧公司 Anthropic 他们最近跟美国五角大厦的合约纠纷引发了各界关注。而彭博报道说 ，NVIDIA 执行长黄仁勋在公司技术大会上的这个小组讨论会中表示，科技领袖们都要小心啊，不要让大家对于人工智慧感到恐慌。因为他也被问到说这个 Anthropic 最近的一些争议啊，他的回应。另一方面也看到黄仁勋呢，最近他们在中国大陆的事业版图似乎是又往前迈进了一步。怎么说？因为 CNBC 报道，辉达在向中国大陆销售 AI 晶片，经过了延长一段这个时间啊，这个延迟之后呢，黄仁勋礼拜二在加州 San Jose 所举行的这个 GTC 大会上面表示说，辉达正在准备向中国大陆的一些客户要提供 H200了。黄仁勋说，我们已经收到中方的采购订单，正在重启生产。彭博则报道，辉达对中国大陆出口 H200需要接受美方的审查，当然这个也会避免不了美方政府要来分润。OK， 监管机构还考虑呢，对单一客户的采购量要设限。单一买方现在传出说呢，采购数量限制最多只能买75000枚啊，7.5万的晶片，总出货量则可能控制在100万枚晶片以内。所以当然讲到了 H200， 其实这个事情啊来来回回好几次了。对于辉达来说 ，H200 已经不是他们最先进、最新的产品了。但是美中之间针对 H200 的交易还是波折不断。所以林老师，我想请教，就是说，对辉达来讲，哈，中方并不是这个辉达营收最主要的、最大的供应者 ，OK， 那也没有所谓的这个技术被追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了。但是 H200 这笔买卖，哈，目前看起来还在拉扯当中，怎么看他们中间的博弈？我想，那个龙鹰之争，大国博弈，这个终极博弈就是科技，也就是现在如火如荼的 AI 的先进与否，以及谁拿到最高端。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谁占上风，就用一个东西来讲，谁拿到了选择权？选择什么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现在去年中国有所谓的进口管制，你给我 H200，我突然不想要了。我等一下讲一下，回顾一下这个有趣的历史啊。你要可以，因为中国的确还有很多需要一些实验室需要研究这种高端 AI 的 H200 的算力是足够的好，比之前在1年前只愿意给他 H20 算力只有28%，多6倍哦。他当时是 H100都不可能拿到，不到半年1年，竟然200都要给。他现在限制他的进口厂商还要受管制，还要说你为什么要非要不可才进，而且数量还美国相反，对。限quota，出口管制，然后你要出去，当然他为了利益还抽你辉达25%，好，这是分论嘛？你刚刚讲的，好，出口管制，监管谁赢了？这个答案就是这样子。我现在要给你，你要给我，我不一定要，或者你要，我不一定给，到底现在是什么样？你告诉我。我跟你讲，现在我觉得比较在行是，你要给我，我不一定要，那是谁的选择权？中国。你自己想想看啊，中国它有2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它怕了。他怕被牵制，因为只要你用了美国东西，从以前到现在会被牵制，不管他随时喊停或随时用制度来卡你。第二个，他们在强调自己要创造自己的实力，要自我生产 ，China Creation Innovation， 大家要知道这个非常重要，叫自主生产。自主生产，中国其实做到了很多遍地开花的科技，很多公司都有雷同的 H200， 所以它不一定要。可是中国的有些公司还是要，因为它的算力的确好，是很多 AI 实验室还是需要它去做研发。但是你知道美国很厉害啊，美国原来不给啊，100都不给，现在为什么要给？因为突然数学家名字的 Blackwell 出现了，史上最强的晶片，算力糟糕的，好，那我就不在乎200给你，但是中国所以就会拿翘。那这时候选择权在以 H200来讲，中国占上风，但科技很难讲哦。但美国的科技制造是空洞的，它是跟民间委外，所有东西连 NASA 在2011年把太空梭全部停了以后，都是跟委外啦。民间如果不跟美国政府配合就完了，所以美国当然要非常多的方式来跟民间来做委外的配合。现在我要讲的另外一个就是，它还有更厉害的后面，大家都知道 Ruby 嘛，6种晶片结合在一起，所以美国的民间真的厉害到不得了，连辉达我不管他是哪里的人出去到那边，他现在代表美国就是有这样的实力。那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笔买卖单纯谈 H200， 我是觉得中国占上风了，因为它有非常多的公司，如果大家去爬搜一下，就会知道中国其实在很多公司，我刚讲遍地开花、新开等等的都有雷同 H200， 只是它还是需要。因此，我觉得美国要磕这里 H200意义不大，但对黄仁勋来讲啊，最少你卖出了1点啊，没错，赚到算多少？因为这样的一个
在全世界这么 powerful 的公司，他当然希望能够多卖，尤其中国的市场是最大的嘛。是，黄金从来不会愿意放弃。你刚讲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句话说，不要的最大哈，所以这个你的决定权才是最有 power 的。当然，这个科技之间的突飞猛进啊，确实啊，中美在科技竞争上面都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要一个是如何追上，一个是如何要去拉大，就是代差之间的问题。那当然，这个讲到高阶晶片啊，也不得不看一下日本现在的高阶晶片的研发，因为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最近在这个内阁会议的记者会上就宣布说呢，以民间企业为主的32间公司，总共将会出资1676亿日元来投资 Rapidus 啊，官方跟民间注入的总资金，那合计是2676亿日元。这个经济产业省也指出呢，出资1000亿日元呢，相当于掌握 Rapidus 大约40%的股权啊股票。但是呢，为了避免受到政府的干预，使这个 Rapidus 呢能够在关键时刻迅速做出经营的判断，所以呢，他们的决定就是政府具有表决权的股份只有11.5%，那其他呢没有表决权的股份就会在未来万一经营陷入显著恶化的情况之下，再转换成有表决权的股份，啊，就是保留一个空间啦。那同时呢，日本政府将会取得重要经营事项否决权的1股黄金股，来防止技术外流的问题。Rapidus 的目标是在2027年度后半啊，这个量产最先进的2奈米制成的晶片。而目前为止呢，日本政府已经投入了1.7兆日元作为研究开发的委托费，之后呢，也计划在2026年度到2027年度啊，加码支援大约9300亿日元。日本政府呢，向 Rapidus 出资的金额跟补助金，现在算了一下，总共会有3兆日元的规模。先前 Rapidus 就传出说要试做2奈米啊，成功之后呢，立刻就获得了日本的政府、官方跟民间的巨额投资来巩固股权啊。但是你也不可能一直就留在试做的阶段啊，所以现在到底他们研发跟制造的这个进度到底是如何哈？当然，有很多的说法。哦，你说都一直留在试做阶段，也没有人会相信了哈。但是呢，这在距离量产市场化，然后呢，甚至将来成为台积电，还有包括 Intel 或者是 Samsung 之外，第4个有可能，特别是讲到他们要争取买家、争取大客户，其中之一可能是辉达哈。那当然，这估计这样的一条路大概还有多远呢？江老师，您怎么看？其实乍听之下，3兆日元好像很多，可是换算汇率3兆是日元，其实在让整个先进制程的工厂设置，其实好像又并不是这么多。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想一下，其实一台新的 ASML 的 EUV 最新的，其实要成本就4亿多美金。然后我们每年的 maintain， 我们是抓大概这台设备的售价20%，那再加上它的水跟电的消耗。那大家觉得不对啊，那为什么日本政府要去砸这个事情？那其实很多，当然我们报章媒体都会说啊，因为它可能会变成台积电甚至是三星、Intel 的第4个对手。那其实我们大家其实去看金产省它原本最早的文件跟 JST 它的文件，它其实当初设定这个厂的最主要目标，它是想要成为类似比利时的 iMac。那 iMac 是什么呢？那其实它是类似于我今天新的晶片设计的一个打样工厂。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哈，目前台湾的成熟制程晶片在设计完要打样才可以去出货给台积电下订单。那在这一个过程中，光打样目前已经排到2年后。所以等于是说我这么先进的 IC3C 产品，结果我要拿到我的第1个试作品，2年后啊，要2年后。OK。那目前台湾有工研院可以打样，有半导体中心 TSRI 可以打样，那剩下的话连台积电都是送去比利时的 iMac 打样。那日本政府他想要用这样的方式，让其他做先进制程的客户都去他那边打样。我们看台积电的客户比例就知道，那目前来说用得起先进制程的，基本上都是台积电的客户。所以一部分是苹果。那一部分辉达、高通、博通、AMD 等等。那 Rapidus 在做这个东西，它客户是谁？我不可能开着店，就是说，我可以做，你来买。那没有人可以，没有人下单，对啊，这样子的，我就算下单，我也不敢用啊。如果烧了或坏了，我公司就不用玩了。所以很大一部分，
我就是刚刚提到的，我其实在做别人的试量产跟代工。那这样的话有个好处就是我可以去不断去练兵。Intel 就是这样子 ，Intel 就是我想要做我自己的先进制程，但是我又没有练兵，那最后我东西又给台积电，它就陷入一个死循环。那你如果去看拉皮达斯设厂的地方，在北海道是个非常偏僻的地方，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 Rapidus 要真正达到量产，甚至找到买家的这条路还蛮长的。那其实我觉得它一开始就是刚刚讲的，我就是打样工厂。哦，我说真的，我下一片成熟制程的片要200万台币。OK， 那是成熟制程的。那我先进制程也许可以假设乱说，可能可以到1000万、2000万台币。那我做假设刚讲的这32家，每个人都投，我一年就基本上吃而不穿啊，吃穿不愁。对。然后又有很多不同的国家来跟我下单，甚至台积电也跟我下单。OK， 那慢慢练着，就跟台积电一样，我从代工越来越大，越来越厉害，那就变成这时候就变成台积电对手。了解 ，OK。那所以接下来讲到说，尤其在高科技这个部分啊，当然因为部分的高科技会用在军武的研发上啊，最近中国大陆出了一个新闻啊，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科学院官网呢，最近这几天更新了全体院士的名单，那其中就看到呢，歼20的总设计师，也就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前副总杨伟，他的名字啊跟简历都被撤除。院士的头衔被撤掉了。那综合像法广网还有中国微信公众号知社学术圈的报道呢，杨伟他本人呢，他之前呢就有一个称号，就是歼20之父啊，他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不过现在因为他的名字跟简历啊，在中科院的官网就是全体院士名单，在这个地方呢已经检索不到了哈，就被撤下来了。那他是在1985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飞机系飞行力学的专业，获得硕士学位。毕业之后呢，投身航空工业，长期就从事战机设计跟研发的工作，先后担任过歼20这总共有7种战机的总设计师，所以是中国大陆新一代所谓歼系列机电传飞控系统的组织者跟开拓者哈。那对于他这次名字呢跟简历被中科院全部给撤掉了，所以文甲老师你怎么看？因为最近的说法有很多，也有人说是不是会跟歼20在设计上或是最后的一些测试上的数据造假有关啊？您的分析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杨伟是小咖的。从这个前年呢，2024年，中国呢一共有这个11家的军工中央企业哦，的不管是董事长、总经理都被端掉了。11家哦，全部被端掉，那代表怎么样？就是习近平在查嘛，从火箭军查到这个还在查，树摊的，对，树摊，或是造假，这样的部分啦。那所以我想呢，这个整体造假我觉得是比较困难，因为毕竟歼20已经量产了嘛，但是可能某些部分可能是有造假，所以被发现嘛，那我想，这个杨伟就被撤下来这个部分，代表他已经下马了嘛，已经我想已经落马了被拉下来，被落马。那所以呢，我想是像军工的反腐或是这个所谓的打假是有关联的那我觉得就是我刚刚不可能是全面来造假，因为既然量产了。第二个就是说，可能是局部的夸大，因为什么呢？因为整个这个歼20里面呢有比较重要几个环节，像逆中发动机跟这个所谓的实战效能，可能吹大了，可能在试飞的时候被戳破，黔驴技穷被戳破。那因此呢，当然就罪责他，就责他是当初他负责人。这是一部分了。那当然啦，其实在整个军工体系里面呢，为什么容易这种状况发生？不管是贪腐或是造假，几个原因。第一个，它的资金很庞大，你看光一个这个一个工程，动辄都是几千亿人民币这么大的一个，那当然就会要去就会造假，或者是福报，或者是说绩效包装嘛。比方说我们花这么多钱，好棒棒，我们就要去包装，这是最有可能会造假状况。第二，产业的高度封闭，像刚刚这姜老师讲的非常专业，我们外面搞不清楚什么是高分子，对吧？那他就几个人在糊弄，这是我想。所以，然后第三个呢，是技术成果跟他的所谓的这个政治忠诚是挂钩的。我只要符合这个习主席讲的，一定要能打仗打胜仗，对不对？那我就先吹，反正呢，这个所谓的也没有
还没这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为标准，因为没有真正的实战过，所以呢，陈平时期根本都是他说了算，他们几个说了算，说能够达到这些效果。那我想呢，这个反腐呢，也代表不是青年的问题哦，其实是整个一个他们习近平可能要抓的就是技术的评价跟权力的洗牌，就是把不是的人给换掉，端上又更信任的人。对，所以我想呢，我们其实要担心中国一个军工企业的隐忧哦，就是说虽然有在进步，但是呢，它的可信度跟它实战度其实存在质疑的，所以越端越多人，代表这个真实性是越少的。那所以我们可能也要去注意观察这个发展。OK， 好，等一下回到节目呢，我们要来关注了，就是这次的伊朗局势呢，现在因此而被影响的，其中有一项全球非常瞩目的这个会面呢，也就是川习会。我们稍后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回到节目，我们知道这个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甚巨啊，现在包括连川习会都受到影响啊，因为川普最近表示呢，由于这个伊朗战事仍然持续当中，他已经要求原本在3月底4月初的访中行，而且要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这个时间呢要延后至少1个月左右。川普也表示，他的说法是说呢，我即将前往中国，虽然行程推迟了1个多月，但相信将会是一次愉快的访问。我知道日本跟中国的关系有些紧张，所以呢，我将会与习主席探讨日本对美国的贡献，也打算对他说说日本的优点。那中方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则是对此回应，他说，中方跟美方双方对于川普访陆时间等相关的问题保持着沟通。中国大陆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也表示，现在中美经贸相关的议题，包括了在新的形势下，双边关税水准、双边关税以及相关非关税的措施都是未来要解决的相关议题。当然，这个川习会因为伊朗的局势而延迟也有另外不同的看法，是说除了因为真的就是伊朗的局势所造成，那川普也有一个看法是说，川普会不会是技术性的来拖延这次访问中国大陆、访问北京、访问跟习近平主席见面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有可能吗？有这么复杂吗？陈老师？其实呢，这个川普他生意人他老谋深算，他做什么事呢？其实引起大家很大的好奇跟想去猜想他在想什么，但是他总是呢出其不意其实我们认为说他在这个3月31号会过去嘛，但是就前几天他说他可能要延后一个月嘛。那刚好他的理由就有几个嘛，当然就是因为伊朗的战事就是现在是如火如荼嘛然后再加上这个所谓的这个能源的部分他也在处理嘛，所以呢就是希望不要多开很多条战线因为毕竟又有军事的，然后现在要去中国，大概是讲经济的嘛所以我想说先军事后经济，所以他来处理这一段，然后呢，同时他利用这段就是延后1个月来观察到底中国的态度怎么样，他对中东态度怎么样，他对能源态度怎么样，他到底是不是玩假的？就是讲着中立，讲的这个所谓的要安全，但是不是讲他的观察？那因此我觉得说，在川普他的这个战略算盘里面呢，当然就是他认为说这个能源呢，已经这中东战事已经牵动了能源的安全，然后呢优先级别高于这个美中的一个峰会，他认为这个能源重于这个当然是重于他这个峰会嘛那第二个呢，他是争取时间呢，以时间换取空间，他在这时候呢，在观察到1个月之后看有什么变化，然后呢，他此外也透过这次跟高市早苗首相的一个会谈，来让这个也拉着日本来让这个美日同盟让中国压力更大，所以他需要用多1个月的时间来争取那当然这样子看，中国就是获得一个就是回旋的空间嘛因为他可以怎么样以逸待劳，因为这仗美国在打，他没打，
哦，这个人家说隔山观虎斗哦，然后第二个呢，哦，他可以去就是维持不要直接介入，让美国去弄，弄到你精疲力竭，你到时候我就等以逸待劳这状况嘛哈。那所以我想呢，这个延后虽然是川普的一个技术性延迟，但是实际上这到底是对美国好呢，还是对中国好呢？其实现在很难论定了，因为各有它的机会，各有它的挑战。对，因为其实应该也算是川普在战略上面陷入了一个困局啊，因为现在不只是在地缘政治上面产生了变化，包括呢国际的经济啊，整个全球经济也受到这个荷姆斯海峡。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就谈到说，现在关键点在于说荷姆斯海峡的控制权啊，到底是美国真的完全能够掌控呢，还是一直就在伊朗的手中？现在这个战事啊，导致原油的原油的油价波动也牵动整个全球的经济。像是美国股市呢，在20号这一天呢，早盘再度的走跌啊，像道琼工业指数呢，20号的早盘是下跌145点，标普500跟 Nasdaq 的指数也分别下跌了0.7%跟1.1%。那费半呢是跌1.1%，台积电 ADR 跌了2.3%。眼看着马上这一场中东战事就进入到第4周，好，那现在能源市场呢也持续的翻腾啊，投资人也因此评估，他们现在要想的是美国联准会啊，目前对于降息的压注是如何？根据彭博资讯的报道，现在货币市场啊已经把联准会今年10月以前会升息的压注提高到50%。而这家公司啊叫做 Cadron， 它的投资长则指出呢，当前市场的环境非常脆弱，在油价维持高档与升息风险又升温的情况之下，如果股市没有办法守住技术支撑位啊，恐怕会代表着进一步的压力就要来临了。所以现在受害的也包括了美国股市啊，在这个经济前景未明的情况之下，再加上起起伏伏的冲击。到底美国股市的前景乐观吗？来请教一下。好了，我觉得对投资来讲，第一个不要看短期啦，第二个呢，不要看一定要相信专业的，好像投资人啊，这有时候还会有些阴谋论，就投资阴谋论。我先讲一下短期，因为刚才主持人讲到说，前几天或哪一天又开始跌多少，各位有没有想到，股市是什么样一个市场？它是算秒的，每天都有人在撮合。我跟你讲股市如潮水，对，月亮有圆缺。我跟你讲，股市涨涨跌跌。有这么多的外资法人，不管是我们讲 pension fund、insurance fund， 我讲就是保险基金、退休基金，甚至还有对不对？我们共同基金，这么多的基金的人操盘手，都为了获利，都在股市这样玩来玩去。这个大环节大家非常清楚。现在有2个最主要，一个是 AI 的浪潮，这个浪潮有没有被 absorb 全部吸完？没有，全部都还在 innovation。虽然大家都看到有很多不合理投资，但是任何独角兽你不丢钱必输，丢钱不一定赢，还在丢。还在研发，所以还有趋势。还没有看到在1990年代、97到99年时候开始走当trend的时候，没有了。坦白说，这个浪潮大过了地缘政治。再来，这个地缘政治是比较短的。我们虽然会再打一阵子，它现在看起来还是比较局部。当然，人员也会影响到全球经济。当然，这可以讲到这个降级升息的问题。是，但非常清楚的，投资这个部分呢，我觉得观众还是一样。抓稳当然是每天要盯盘，要你买股票不要乱买，就是每天你要有时间盯盘才能买呀。今天有多少量进了量出了，这供需市场决定一切嘛，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要讲，现在最少 AI 的浪潮还是大于地缘政治，跌一点还是会撑，还不至于那么严重，不会。好的。第二个，你说升息降息，我认为现在是降息循环的时候，却因为这个地缘政治造成了一个还看不到未来的可能的通膨，就可能会被喊升息，但也不要去相信。我觉得是平盘为主，现在都不太敢动到年底开始。原来是可能会去年降3，今年降1码，但是看起来今年不太会。平稳了就会再降，因为现在还不是一定要升息的时候，除非很严重的大通膨。确实啊，应该看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就是短期一定会有波动。那相对来说，其实在经济上的压力啊，我们要来继续看的就是中国大陆其实对于这场危机的防御力啊，当然现在普遍来看是优于多数的这个亚欧国家，但是如果要达成呢？大陆两会最近才定下的这个今年4.5%到5%的这个 GDP 的成长目标，恐怕也需要这个强劲的全球经济来支撑。那法国的外贸银行亚太首席经济学家他就认为说呢，
伊朗冲突对于中国大陆的主要威胁在于可能会抑制全球的消费力道，那进一步的影响到中国大陆的出口。他也指出经济模型显示说，油价上涨25%呢，将使得大陆 GDP 成长减少0.5个百分点。另外就是汇丰银行的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叫范立明，他表示，大陆现在已经广泛采用电动车、还有太阳能、风电还有电池的一些高产能。那就是要进一步增强在全球的竞争力哈，所以江老师，这个相对于通膨，那中国大陆现在面对的其实是通缩的问题啊。中国大陆的经济多大程度，您觉得在这次的这个伊朗战事的情况之下，哈，它会受到冲击？我们要评估的是哪些项目或者是一些面向？您觉得？其实目前来说，以伊朗这个事件来说，目前看起来的赢家，目前是中国大陆。为什么？刚刚有提到。从伊朗来的原油黑油漂白，那再来是因为伊朗关系，所以能源是非常重要的。那刚好中国在电动车、在电池、在太阳能板、在储能装置、在稀土上，目前都是中国主导的。OK， 那川普也不是笨蛋，所以我相信川普延后1个月，他一定会在这1个月里面憋什么怪招。要中国就范，为什么？因为美国要期中选举了。那我川普一面要表示出对国内我是个在国内里面我要表示对外是个很 tough 的人，对外要表示我最会谈判了，我最厉害了。你看每个人都在哭着求我，所以我觉得要看这1个月美国川普到底会对中国的能源相关议题提出什么要求。OK。就说观察重点就在于说，美国会对中国能源提出什么样相关要求？对 ，OK。那其实现在我们看到说，最近川普的态度，他其实也在转变因为他对外现在宣称就是说，他已经达到了美国当初跟以色列要发动这个对伊朗。